我每次开船都会询问船上有没有姓吴的，姓吴的不能上船，有姓吴的自己下船。直到今天，有个游客不满道：什么破规矩？凭什么姓吴的不能上船？你们姓氏歧视啊！他不知道，只要有姓吴的人在船上，今天这艘船上所有人都会死。我沉下脸，走到说话的人面前，身份证拿出来。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男子，魂不吝的长相，一看就不好惹。他见我一个女生，态度嚣张：你一个开船的，凭什么看我身份证？例行检查而已，看看你是不是姓吴的。男子见我这样说，态度更不好了：你们这什么破规矩？凭什么姓吴的不能上船？我要发网上曝光你们！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：对呀，大家都是买票上岛的，为什么不卖给姓吴的？我没有理会他们，直勾勾地看着那个男子身份证。男子见状，拿出手机开始拍摄。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个景区歧视姓吴的，姓吴的不能上船啊！他想通过拍视频威胁我，但我依旧不为所动。负责跟船的小王见情况不对，上前劝阻：先生，您别拍了，这是景区规定，之前也有人发到网上去闹过，景区直接关闭了湖心岛观光。我们景区老板很重视这个奇怪的规定，您这样只会影响以后的游客。男子不相信，大喊道：你这是拿关闭景点威胁我啊！我才不相信你们会关闭这么赚钱的景点！见男子油盐不进，船尾的一个中年男人开口了：小兄弟，你别不相信，我是本地人，这是网上可以查到，来过湖心岛好几回了。很久以前湖心岛是不开放的，后来开放了，就这一个要求，不能姓吴的人上船。之前也是姓吴的游客买票被拒绝，发视频闹到网上去，网友不服纷纷来闹，景区直接关闭了湖心岛。后来也是游客呼吁重新开放，景区才重新开放湖心岛的。是啊，我做攻略的时候还刷到这件事了，就是因为湖心岛实在太美了，像仙境一般，大家才不介意这个奇葩规定。有了小姑娘和中年男人的话，大家纷纷点头，表示知道这件事。男子见大家这样说，知道拍视频没用，讪讪放下手机，但他依旧态度嚣张：什么奇葩规定？姓吴的怎么景区老板了，还不能上船了？我面无表情，身份证。男子一脸不耐烦：买票不是验过了吗？我不姓吴，赶紧开船吧，别耽误我时间。我冷冰冰道：不给身份证不开船。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男子猛地站起，像是要打我。小王急忙拦住他：先生冷静，他是唯一能开船上湖心岛的人，他说不开船，任何人都不能开船，您消消气，就给他看一眼吧。小王态度友好，周围人也附和：就是个身份证看一眼的事，别耽误我们上岛啊。就是。男子见状，一脸怒容地拿出身份证递到我面前，给我接过身份证核实起来。男子叫徐泽凯，不姓吴，身份证上的脸也对得上。我把身份证还给男子，走到船头开船。船上的人开始抱怨景区的奇葩规定，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，还有说老板前男友姓吴，老板被前女友甩了，怀恨在心，所以有了这个规定。我那个傻弟弟能有前女友就谢天谢地了。我不能告诉他们这项奇葩规定背后有多么可怕的故事。只要有姓吴的人踏入这片湖，都会死于非命。若船上有姓吴的人，那船上所有人都会死。这种怪力乱神之事，相信的人太少了。我想着湖中以前发生的事，丝毫没发现湖水开始慢慢变黑，就连天都渐渐暗淡无光了。我抬头看到天空的颜色，直觉不对，我加快速度往湖中心开去，却发现船行驶得越来越慢。不好，出事了！我站到船头，声音很厉：有姓吴的人上船，给我出来！众人面面相觑，被我阴沉的脸色吓到，他们迟迟没有动作。我喊道：小王查身份证！小王开始挨个核实身份证。人群中有人抱怨：检票的时候都查过了，怎么又查？也有人心生不满，不配合小王查身份证。我大喝一声：不配合的全部都给我丢下去！不配合的人一脸震惊：你疯了不成？不给查身份证就丢进湖里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一个人死总好过全部一起死。我眼神阴狠，那人感到害怕，还是老老实实给了身份证。小王查了一圈，上前对我道：花少都没问题。眼见湖水彻底变黑，天空也渐渐没了光，我蹙眉沉思，不可能，船上绝对有姓吴的人，湖底那个怪物只针对姓吴的。身份证都查完了，能不能快开船啊？磨叽什么呢？船停在了湖上，彻底不动了。我冷笑：你自己看看，船还能动吗？船上的人这才发现不对劲，怎么回事？刚刚还看得到湖中岛的，现在怎么看不到了？有人回头望向岸边，不对啊，我们明明没开多久，怎么看不到岸边了？船上的人慌了，怎么四周全黑了，什么都看不到啊？我神情凝重，姓吴的人主动出来，不然全船的人都要死。事已至此，没什么好隐瞒的，反正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湖的恐怖之处，我说出来他们会信的。船长，这究竟什么情况呀？到底怎么了？我沉默不语，姓吴的人依旧没站出来。此时船开始晃动，一股黑气慢慢围绕在船身上。什么情况？没刮风船怎么开始晃了？船越晃越厉害，他们死死抓住船沿，才能保持不被甩出去。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传出，众人纷纷看向她。船下有手在抓我！众人脸色煞白，纷纷看向船边。
没有啊，你看错了吧？船下什么都没有。女人反驳：“是真的，就是一只手，惨白惨白的。”众人心底打鼓，再次看向船边。下一秒，无数只手从湖中涌出，抓住船边紧紧摇晃。啊！尖叫声此起彼伏。我从兜里掏出一袋符纸，撒向天空。退！符纸四散，飞向船边的那些手。手一碰到符纸，纷纷退回水中。符纸牢牢贴在船边，围绕在船边的黑气也尽数散去。没事了。众人纷纷松了一口气，惊魂未定地看着周围的人。谁说没事了？我语气冰冷。众人纷纷看向我。我再说最后一次，姓吴的人主动站出来，否则全船的人都得死。船长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有人开口询问，众人看着我，等待我的回答。湖中有女鬼，经历千年化为痴，她与姓吴之人有怨，凡姓吴之人过此湖都会死。我巡视众人脸色，试图从他们脸上找到蛛丝马迹，查出那个姓吴之人。真的假的？这世上哪有鬼？有人不信，但被其他人反驳。刚刚都亲眼所见，你不信我们信。那人嘟囔着，也许是景区装神弄鬼呢。我冷声打断他们，我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把姓吴的人找出来，我们还能活。此时最早闹事的男子徐泽凯出声道：为什么把姓吴的人找出来就没事？你不是说姓吴的人过湖就会死吗？我冷哼，把姓吴的人丢下去，其他人自会没事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似乎在不满我的残忍。徐泽凯更是愤怒道：你这是草菅人命！上船我就告诉过你们，姓吴的人不能上船，他非要上，那是他自己找死。他想找死我不拦着，但不能拖着我们一起死。我环顾众人，你们自己选，是要和那个人一起死，还是选择放弃他？你们活下来好好想想，你们可没做错什么，这对你们来说才是无妄之灾。众人对视，默认了我的话。人都是自私的，他们想活下去，牺牲别人也无妨。见众人沉默，徐泽凯急了：别听他的，要是没人承认，他也得死。你们看他一点都不慌，说明他肯定有活命的办法。小王闻言也看向我：花少，毕竟是一条人命，死在这景区也是要赔偿的，能全救咱就救吧。我冷哼，那女痴是千年女鬼，我一个25岁的小姑娘，有多大能耐可以对付得了她？我最多只能保自己一命，其他人的命我都救不了。更何况罪魁祸首是姓吴的。听到我的话，众人彻底慌了。他们本以为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如今发现我救不了他们，他们害怕了。小王也害怕了。花少，你救救我，我就是个打工的，我不想死啊，我什么都没做错啊。是啊，不光是你，船上其他人也是无辜的。若不是那个姓吴的非要上船，你们本来可以一帆风顺的。本地的中年男人急了，冲到船中间大喊：姓吴的出来！你把我们害成这样，你躲在人群里算什么本事？其他人也纷纷附和：是啊，快出来吧，别害人了。徐泽凯又站出来：大家别听他的，现在船上一点事没有，他那个符纸有用，他可以救我们的，他就是故意吓我们。话音刚落，湖中又刮起飓风，天上也下起了暴雨，船剧烈摇晃，船上之人纷纷抓住椅子或柱子，才没掉出去。我站在船头丝毫不受影响，船越来越晃，好几个人身体都被晃到半空中，死死抓住椅子才没有掉入湖中。我走到徐泽凯面前，冷漠地说道：你就是那个姓吴的。徐泽凯死死抱着柱子，矢口否认：你胡说什么？我不姓吴，你明明检查过我的身份证了。他在说谎，只有他担心姓吴之人的生死，他害怕大家把姓吴之人推出去。我缓缓向他靠近，是不是？试试就知道了。徐泽凯慌了：你要干什么？把你推下去。你若是姓吴的，我们就能活。我抬手去拉徐泽凯，他怒吼着：你这是草菅人命！我面无表情，生死关头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我抓住徐泽凯的手，把他往船边拉。徐泽凯吓哭了：我不姓吴，真的不是我，你杀了我，万一弄错了，你就是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。我停住动作，回头看他，他以为我被说动，露出劫后余生的笑容。可下一秒，他的笑就僵在脸上。和一船人的性命相比，弄错也比全部死了好。我用力一拉，徐泽凯猝不及防被我拉动，整个人重心不稳，朝船外跌去。他的腰重重撞在船沿上，翻身跌落湖中，扑通一声，彻底没了动静。徐泽凯掉落湖中后，风浪停止了，水面也恢复平静，大家坐在地上，重重松了口气。果然是他，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改了名字上船，差点把我们害死。小王走到我身边，吐槽徐泽凯：这都什么人？说不让姓吴的人上船，偏要上，把我们都害了。本地中年男人也跟着吐槽：就是，幸好船长英明，发现了姓吴的，不然我们就没命了。总算没事了，我还以为要交代在这。船上的人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，我却神色凝重地看向天空。不对，天还是黑的。小王见状询问道：怎么了？我又看向湖面，湖水依旧是黑色的，船也依旧一动不动，女痴还在，姓吴的已经丢给他了，他为什么不走？除非刚刚那个人根本不是姓吴的。我心下大惊，姓吴的还在船上。小王脸色难看：花少，别开玩笑，这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懒得理他，径直走向船头。姓吴的今天不出来，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船上的人陆陆续续站了起来。本地大叔开口询问：怎么回事？姓吴的不是被你丢下去了吗？怎么还有姓吴的？我刚想回答，一阵狂风袭来，众人被风吹得睁不开眼，甚至有瘦一点的人被吹得站不住往后倒。
我抓住身旁的船杆，大吼道：“抓住身边的重物，别乱动！”众人纷纷抓住身边能抓住的东西，不敢乱动。风越来越大，船被吹得晃来晃去，船上的人也被吹得东倒西歪。甚至有的人已经被吹得飞到半空中，只能死死抓住栏杆，防止被吹走。小王喊道：“花少，这风太奇怪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船会散架的。”我当然知道船会散架，这是女痴发怒的前兆。我掏出一张巨大的符咒，撒向天空，符咒朝着风的方向飞去，仅仅3秒就被风吹成碎片，大事不妙。湖下传来诡异的女人笑声，让人听得心里发毛。什么声音？小王看向我，我心下一沉，他生气了。我们刚刚丢下去的人不是姓吴的，他恨我们欺骗了他，他最恨的就是欺骗。笑声越来越近，吹在身上的风也好像是有人在摸一般，让人毛骨悚然。小王吓得快哭了。花少，你快想想办法！我暗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他就是因为欺骗变成了鬼，刚刚丢错人，他以为我们骗了他，现在发狂了，根本不可控。我都不知道能不能从他手里活下来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船上的人心都凉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我不想死啊，我才18岁啊！我无视他们的叫喊，当务之急是找到真正姓吴的。小王，你再想想，身份证都对吗？小王嚎叫，我每个人都查了3遍，都是对的呀。不对，如果刚刚那个人不姓吴，为什么话里话外处处袒护姓吴的？他一定和姓吴的有关系。徐泽凯是一个人上船的，还是有其他人一起？小王有点发懵。我不知道啊，票是1人1张的，他是不是和别人一起上船？得问售票处的。现在半点信号都没有，你让我去哪问售票处的？我无语。小王也不说话了。眼见风越来越大，船就快翻了。船翻了，我们全都得死。我抬头看向众人，有没有人看到徐泽凯是和谁一起来的？大家被撞得东倒西歪，根本没人听清我说话，这样根本没办法沟通。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空白黄纸，手指在眉心一点，一道金光从眉心出来，随着手指移动，我用手指在黄纸上写下符咒，再将黄纸挥向天空，黄纸无限变大，将船上空包住，上面的符咒散发出金光，风遇到黄纸后被挡了回去，没了风，船也不再颠簸，稳了下来。我再次吼道：“你们有没有看见谁和徐泽凯一起来的？”众人惊魂未定，听见我的声音齐齐愣住。不知道啊，我在他前面上船的，没注意。哎，你看见了吗？没有，谁关心这个？我看到了。我望向声音来源，是个黄毛小伙。黄毛小伙站出来道：“徐泽凯是和他女朋友一起来的，我看到了，他女朋友长得可漂亮了，我就多看了2眼。他在哪？”我走到黄毛面前询问道。黄毛环顾一圈，目光停留在了船尾座位最里面的位置。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女子躲在那里，瑟瑟发抖。见我们都看向她，她否认道：“你胡说，我不认识徐泽凯。你们上船前我就盯着你看，你俩买完票拉着手一起过来的，等排队上船的时候才分开，还没有坐在一起。我还特意坐到你旁边。难怪刚刚我和徐泽凯说话的时候，没看到白衣女子坐他旁边，原来从一开始他们就是分开的。船长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他一上船就对我动手动脚的，他不是什么好人。”黄毛一听就怒了：“我是看你长得漂亮，点了点油，但我没说谎，性命攸关，我肯定要先保住自己的命。”我没理会他俩的争吵，直勾勾盯着白衣女子。“你叫什么？”白衣女子见状哭诉道：“我叫赵念，我身份证在包里，刚刚掉进湖里了，但我真的不姓吴，刚刚那个小哥查过的。”赵念指着小王，小王见状走了过来。花少，我有印象，他确实是这个名字，还挺好记的。废话那么多，是不是丢下去不就知道了？黄毛上前想把赵念丢下去，被我拦住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刚刚你丢徐泽凯的时候不是挺爽快的吗？现在遇到个小娘们就不动手了，这时候玩什么女性互助啊？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就是，他和徐泽凯一起来的，肯定有猫腻，丢下去试试，万一他真姓吴，我们就能活命啊！众人说着就围了过来，想要动手。湖底的女痴已经被惹怒了，如果赵念不姓吴，会加重女痴的怒气，到时候就算找到真的姓吴的，也平息不了他的怒气，我们都得死。众人慌了，那怎么办？这次丢下去的人必须确保是姓吴的。我掷地有声，众人沉默。有人嘟囔道：“这怎么确保啊？身份证都没问题，谁能查出他是不是姓吴的？”赵念也开始哭诉：“你们刚刚没有证据就把我男朋友丢下去，结果他不是姓吴的，现在还想把我丢下去，你们这是草菅人命！”众人面面相觑，不敢说话。我却盯着赵念，露出诡异的笑容。谁说我没有办法确保他是不是姓吴的？小王惊讶道：“花少，你有办法？”是啊，我有办法。湖底的女痴就能精准识别姓吴的。众人脸色大变，小王更是惊诧道：“花少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没理会小王的话，而是走到赵念面前，拽住他的手：“你是不是姓吴的？很快就能知道了。”我拽着赵念走到船头，他奋力挣扎：“你放开我！你想做什么？”小王，把人给我绑起来！小王闻言，立马找绳子把赵念绑了起来，直接丢下去让女痴杀。如果不是，他肯定会生气。可若丢下去的是一具尸体，就算不是姓吴的，一具尸体而已，他也不会觉得我们欺骗他。如果是姓吴的，他就会放过我们。赵念脸色煞白：“你这是谋杀！”我把徐泽凯推下去的时候，已经是谋杀了。
多杀你一个也不算什么。我抬头环顾众人，更何况没人会揭发我的。我是为了船上所有人的性命，你们俩只会是失足落水。黄毛男率先开口，没错，船长是为了救我们，我们不会说出去的。其他人也纷纷附和。他不死，我们就得死，船长没错。也有些人不忍心，默默别过头去，算是默认。我从船舱里拿出一把刀，这刀有点钝，可能一下死不了，你得忍忍了。我举起刀就要朝赵念刺去，赵念吓得大叫：“别杀我！”我不为所动，狠狠朝他心脏刺去。就在即将刺到他心脏时，赵念不知哪来的力气，挣脱绳索，握住刀刃，声音变得粗壮：“区凡人也想杀我！”我勾唇找到了。赵念从我手里夺过刀，反手朝我刺来，我连连后退，躲过他的攻击。他身形如鬼魅，动作太快，我只能躲避，无法攻击。我大喊：“徐令仪还不出来帮我！”下一秒，水中出现一个穿着古装的红衣女子，一跃而出，飞到我面前，挡住了赵念的攻击。徐泽凯也从水中被丢出，丢到甲板上昏迷不醒。我和红衣女子徐令仪站在一起。吴怀瑜，终于等到你了！赵念恍然大悟，今天是你们设的局。徐令仪眼眶含泪1000年了，吴怀瑜，我等了你整整1000年，你终于出现了。赵念冷哼，1000年了，你居然也还在？你没死，我怎么会先走？徐令仪与吴怀瑜本是一对寻常夫妻，吴怀瑜是准备考状元的秀才，徐令仪是绣房的绣娘，他们本应该平安顺遂地度过一生。可吴怀瑜考上状元，做了官后，命运的轨迹开始改变。当时新皇登基，痛恨妖道，下令诛杀国师。吴怀瑜机缘巧合下救了国师，为了报答吴怀瑜，国师教了他一道法术，长生之法。世人皆向往长生，吴怀瑜也不例外。他按照国师所说，找到了盼龙湖，用徐令仪和他腹中胎儿的性命和盼龙湖中的怪物交换长生，这便是国师教他的长生之法，用至亲之人的性命献祭，向怪物求取长生。他绑住徐令仪的手脚，将他丢入湖底，怪物吃了徐令仪，作为交换赐予了吴怀瑜法力。从此吴怀瑜可在自己后代中寻找躯体夺舍，无限的用他人身份活下去。只要他一直有后代出生，他就能一直活着，长生不老。而徐令仪被吃后，怨气化为鬼魅，要报复吴怀瑜。他发誓与姓吴之人不共戴天，所有路过盼龙湖的姓吴之人都会被他杀死。我祖先来此诛杀怪物，也认识了徐令仪。徐令仪是被吴怀瑜所害，是无辜之人。祖先诛杀怪物后，没有杀徐令仪，而是留下了他。祖先买下了盼龙湖，禁止姓吴之人进入，是为了不让徐令仪再杀生。同时，祖先与徐令仪约定，帮他复仇，找到吴怀瑜。等吴怀瑜死了，徐令仪怨气消散，就能重新投胎。可吴怀瑜狡猾，祖先找了很久都没找到他，但祖先知道他会自己回来的，因为怪物死了，吴怀瑜被怪物授予的法力越来越弱，随着一次次交换身体，他的灵魂也越来越虚弱。他不知道怪物死了，肯定会回来找怪物寻求解决之法。于是我和弟弟故意将盼龙湖开放，禁止姓吴之人进入。如果有姓吴之人执意进入，那便是吴怀瑜。徐泽凯应该是吴怀瑜的后人。之前吴怀瑜藏在徐泽凯身体里，等我把他丢下湖后，他又转移到了赵念的身体里。赵念和徐泽凯应该不仅是情侣，还是夫妻。赵念是徐泽凯的妻子，也算是吴家后人。吴怀瑜才能转移到赵念的身体里。我还有一件事想不通，徐泽凯明明姓徐，为什么徐令仪感受到他是姓吴之人？吴怀瑜大笑，想不通，下地狱慢慢想吧。吴怀瑜发动攻击，我和徐令仪联手和他打了起来。吴怀瑜活了1000年，变成了妖怪，实力不弱。徐令仪虽也是1000年女痴，也只能和他打个平手。而我在一旁用符咒攻击，见效甚微。徐令仪生气，你的剑呢？拿出来杀他！我沉默不语。徐令仪的鬼力可以直接攻击赵念身体里吴怀瑜的妖魂，我的符咒也是，但我的剑不能。我的剑攻击的会是赵念的身体和吴怀瑜的妖魂。赵念是人，我不能伤害无辜。之前推徐泽凯下水和攻击赵念，只不过是演的一出戏。为了逼出吴怀瑜，我和徐令仪约定过，他不能伤害人类。吴怀瑜也看出我的拘束，转而主攻我。他的妖力将水化作冰刃，朝我刺来。我用符咒阻挡，他又用人身朝我攻击，我躲避不及，被他一掌打在胸口，吐出一口鲜血。花无恙，徐令仪闪现到我面前，和吴怀瑜打了起来，但吴怀瑜一直躲避他的攻击，朝我袭来。我只能用符咒防御和攻击，好几次都抵抗不住。吴怀瑜大笑，愚蠢，为了不相干之人的性命，让自己受伤。徐令仪，这就是你找的帮手，太弱了。徐令仪也用不争气的目光看向我。花无恙，现在不是心慈手软的时候，吴怀瑜不死，死的就是我们。我知道，可我不能为了自己的性命残害无辜。若我为了杀吴怀瑜害了赵念，我和吴怀瑜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不是心慈手软，而是心中有善，心中无善就会沦为妖物，也不配做花家人。我躲避不及，再次被吴怀瑜打中，重重摔到甲板上，猛吐鲜血。徐令仪想帮我，但没有吴怀瑜快。吴怀瑜以妖气化人，手持利刃朝我刺来。你死了，徐令仪就好对付多了。在利刃即将刺入我身体时，
我猛地起身，抓住吴怀瑜的手口念咒语，咒语从我口中而出，带着金光困住吴怀瑜。吴怀瑜痛苦大叫啊！下一秒，吴怀瑜从赵念的身体里逃出，以魂魄形态飞到空中，赵念彻底晕了过去。我暗喜，成了，之前是我故意示弱，为的就是让吴怀瑜放松警惕，等他靠近我时，我用咒语逼他出赵念身体。此乃我花家秘术，可令妖邪魂飞魄散，但需要先困住妖邪才可施展。而在赵念身体里的吴怀瑜，就算是被困住了，他为了不被咒语侵蚀，只能离开赵念的身体。没了赵念的顾忌，我也能大展身手了。我祭出大宝剑飞身上前，和吴怀瑜打在一起。徐令一见状也上来帮忙。有了大宝剑加持，吴怀瑜很快就身受重伤。吴怀瑜不可置信道：“这不可能，你的剑为什么威力那么大？”这可是我家祖传的，拥有先祖斩妖之力的大宝剑，可以消灭所有妖物，光是被剑气击中妖力就会消散。吴怀瑜被我们打得节节败退，眼看就要被击杀，他回头看向甲板，只一眼我就猜到他要做什么。他想回到徐泽凯的身体里，躲避我的大宝剑。他想要飞下去，我便飞到他面前，挡住他的去路。你以为我会给你机会吗？话音刚落，大宝剑飞出，贯穿吴怀瑜的身体。吴怀瑜的身体开始破碎消散，他大喊：“我是不死之身，我不甘心！”用他人性命换来的不死之身早就该消失了。吴怀瑜的身体渐渐化作碎片，消散于天地间。他消失后，徐令仪周身的黑气也跟着消失了，他的怨气散了。徐令仪看着消散的吴怀瑜，先是大笑，笑着笑着他就哭了。我终于为肚子里未出生的孩子报仇了。我飞到他面前，神色晦暗。你曾入魔，又害过人，如今魔气消散，你也无法入轮回，也会和吴怀瑜一样魂飞魄散，消失在天地间。我知道，当年你先祖花玄就告诉过我，所以我求他帮我报仇，他不忍心，可还是答应了。我只要能报仇，我不在乎。我叹了口气，花玄答应你的，我帮他完成了，如今你心愿已了，去吧。徐令仪点头，花无恙，谢谢你。徐令仪说完便彻底消散，天空渐渐恢复光亮，周围岸边的景色也逐渐能重新看见。我面无表情，身份证，小王更是凑上前来。花少，你和鬼是一伙的？我没理他，径直走向徐泽凯和赵念，两人悠悠转醒。徐泽凯看到我一脸害怕，你别过来，别杀我，我不想死。赵念则是一脸茫然，老公，你不是被丢下去了吗？怎么还在船上？果然如我所料，吴怀瑜是在徐泽凯被推下湖后，才附身到赵念身上的。女鬼没了，姓吴的也能过湖了。说说真相吧。徐泽凯还在嘴硬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姓吴。你家祖宗吴怀瑜都被我杀得魂飞魄散了，还嘴硬呢？见我说出吴怀瑜的名字，徐泽凯愣住了。我把后面的事情告诉了他，他看向众人，见众人一点都不惊讶，就猜到已经暴露了，也不再嘴硬。我叫吴泽瑞，徐泽凯是我的双胞胎弟弟，我们一个随父姓，一个随母姓。我拿的是他的身份证。我们吴家一直知道祖先的存在，也是祖先的命令让我上船。虽然不知道祖先要做什么，但我们得照做。赵念也低下头小声说道：我以为他是为了寻求刺激，故意挑战景区的规定才来的。买票的时候，他说怕查出来影响我，就上船之后分开坐，没想到是这么一出啊。至此真相大白，吴泽瑞只是隐瞒了自己姓吴，并没有犯下伤天害理的事，我无权惩罚他，只是他罔顾全船人和他妻子的性命，大家对他的埋怨不满，就和我没关系了。我走回船舱，开着船缓缓向湖中岛驶去。从明天起，景区将不会再有姓吴的人不能上船的规定，湖心岛将对所有人开放。